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2021年的1月3号，我马上要去三藩做核酸检测啦。Good luck！ 我终于开到我要做检测的那个附近，找了个街趴停下来。这一路，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讨厌开车去三藩。我到那个巴林桥，然后我就跟着，好久没有走这条路了，我就跟着那个 GPS 一直走嘛。然后我就看着 GPS，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他就把我领到那个只能走 fast track 那一边。然后等到我走到那一边，就是意识到我这边是 fast track only， 旁边就是那边是你就正常走的，他们现在也不收现金了，就是他会直接邮到你家，但是他还是有分 fast track 跟普通的线，就已经晚了，就是我只能走 fast track 这边，就已经过不去了。我想说算了，回家再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刚才就在这边，就他那个三藩的路就特别难走，然后我就还要，然后走到这附近，我还要盯着这附近有没有街趴可以停，然后就看到前面那个车要走，然后就没有注意到前面红灯，然后但是就有，但我还是停下来了，但是我前面就是有走过线一点点，反正就是也就太讨厌了，我觉得太讨厌了。但还好我这边今天礼拜天，我这边可以停，应该也不会收费。但是对，然后你还要注意到就是这附近的牌子啊，能不能停啊，搞不好就罚款有这个心理啊，每次来三藩开车心里都会感觉到受创伤一样。我现在马上过去了，拜拜。我回来了，哇，被捅完了。整个过程还是很快的。然后特别搞笑的是，我坐电梯的时候，本来17层，我坐到14层，门打开，有人进来，然后我就出去了，我以为到地方了，然后结果一出来一看，14层，后来就很尴尬的又跟那个小哥一起走进电梯，然后上17层。然后后来我发现他是跟我去一个地方做检测的，然后他就因为我走错地方，然后他比我先进去，然后我就在门口等他，就是等他 check in 完，然后我再往里面走。然后他说他是 actor， 明天要去飞 UK。然后后来检测的人问他说，那你演什么呀？他说我要演，就是我是演一个 Amazon show。但是他戴着口罩，我也觉得将来就认不出他是谁。anyways， 然后但是这个整个过程超快，他进去了以后，我就在门口扫那个二维码填表嘛，就我一个扫二维码的功夫，他就出来了，超级快。然后做检测的人就是特别耐心，特别好。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呀？然后有没有看过 YouTube video 啊？然后我就说没有啊。然后他就很耐心的给我解释就会发生什么，怎么样。比我想的要好，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很难受的心理准备。马玉哥告诉我说，就很像是土豆丝儿卡到了你鼻孔里呛到的感觉。但是他那个 swab 那个棉签其实蛮细的，我以为会很粗，就感觉像捅的那种感觉。但他还好，就是拿一个很细的棉签在那钻，但是很难受。但还好只需要一边撑5秒，然后我觉得5秒还是可以忍受的。然后我就还好，就没有也没有打喷嚏，也没有想要咳嗽什么的，所以就还好。我现在要开车回家了，然后回家还要研究我那个 fast track， 看能不能赶快给他交上钱，不然还要被罚款。I hate driving to San Fran。走之前最后一天，我妈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有现包的牛肉馅蒸饺、炒鱿鱼，还有蒸虾，还有牛肉，都是我爱吃的。别人家都在熟睡的时候，我马上要吃临行前最后一顿饭。其实我都不饿，但是 consider 之后大概24小时也吃不着什么东西，所以
半夜1点钟再吃一顿饭。妈新蒸的蒸饺，我说吃剩的就得了。不行，我姑娘要走了，我得蒸点新鲜的，让我姑娘吃。我已经全副武装了，我的天，我感觉自己跟个熊猫一样。啊，我里面穿了一个，我大概穿了几层，4层，里面穿了一个这种特别毛茸茸的，然后穿了一个牛仔服，外面穿了一个大衣。我把最沉的衣服全都穿在身上了，然后我这边带了一个就是随身带证件的一个这么个小包，背了个相机，然后就是电脑包，然后后面还是背了一个那个 backpack， 让我装的跟实心的一样，然后戴上马一个的口罩跟面罩，全副武装。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坐夜车，就每次晚上出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好像要去探险的感觉，然后心跳加速，特别兴奋。从窗户看向外面黑黑的夜色，就有一种未知的新鲜感。像今天的话，这种感觉尤其，因为真的是要踏上一块新的大陆探险，又是在这种就是疫情呀、pandemic 的状况下，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更好，会更坏。但这种就是探索未知的感觉，就是让我感觉很兴奋，还蛮喜欢的。才刚签完行李，然后吓死我了，搞了半天。我要进安检了。宝宝，哎，我现在心还咚咚跳的，我觉得特别怕有什么东西。我也是。不是这么半天，别人都好几层就过去了，那个过去了。那个估计之后还要再查呢。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走了，走了，我走了啊，走吧。拜拜。我现在到了登机口了，然后这一早上我们来的超级早，6点的飞机，2点50就到了，机场一个人都没有，然后结果硬是等到了4点钟多一点，然后等到了4点多一点，他们那个 check in 行李的工作人员才过来，然后我就在那边排队，然后等到排到我的时候，那个人不知道是我这个留学签证就是他们过程比较复杂还是怎么样，就等了超久，然后后来又问说你各种 visa 各种学校的 documents 还有什么各种表格什么的，然后他还打电话求助了别人，然后才弄明白怎么弄，然后我就很担心，那个时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很担心是不是我缺什么少什么，然后会不会走不了什么的。但是弄了很久，大概有弄了，我感觉都快弄了20多分钟吧，然后终于弄好了，之后就跟爸爸妈妈说了拜拜，然后我就过了安检，但人很少，安检过超快，然后现在就是等着上飞机啦。走飞机登机通道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今天走的时候我25岁，回来的时候26岁，突然有种偶像剧主角出国留学的那种老套的情节的感觉。一年很长也很短，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回来又是什么样的嘞？我到亚特兰大下飞机之后，就先跑到他们指定的登机口来填表。
并且给他们看我之前自己做的 PCR 检测的结果。填好表之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号，你拿到这个号就能排队到旁边那个房间去做检测。哇，刚才给我做检测的小哥戴着口罩，我都觉得他好帅，金色头发，皮肤是那种粉粉的 rosy 的那种颜色，然后也戴了一个细框的眼镜，他还夸我的眼镜框可爱，有点激动。他还聊了点别的，关于疫情啊、眼镜什么的，然后我什么都没听进去，也不知道回些什么。然后走的时候，我居然都没有记得他的名字，anyways， 现在就是在等待检测结果，还有填一些乱七八糟的表格。Hello， 现在是罗马时间12:49，你们的时间应该是凌晨3点，现在12:50，凌晨3点50，在超过2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之后，我终于到了，一路上也算是挺不容易的。主要是就是心情是处在很紧张的状态，就一直到在罗马检查完了就一直到出了海关之后，其实一直到了这边碰到房东以后，我可能心里才会稍微放下来一点，不然这一路上心还是有点悬着的。飞机上的话其实不满，飞机上大概坐一半不到的人吧，然后所以我那一整排都是我的，所以睡觉的时候是可以躺着睡的，但是就是还是担心，所以我就一直全程戴着口罩，然后戴着面罩，然后就是发东西我也不吃，给水我也没有喝这个耳朵我真的就戴到后面已经觉得耳朵都快要掉下来了，痛死我了，戴那个口罩戴的。在我们一下那个罗马的飞机，哇，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一下罗马的飞机就直接去排队嘛，排队还要做第3次的检测。排队的时候就看见那边有就是穿着很像是5星级酒店的人，然后就端着咖啡在机场在机场这还没过海关之前，大家就在排队就是送表格什么的，就是他们穿成那个样子，然后端着，还不是一个人，有好几个人端着咖啡 espresso 有 latte， 然后有 espresso 都分开一杯一杯放好，然后还有面包，然后就这样端出来，然后就是免费的给大家 serve。 我觉得哇，意大利人的热情好客就是现在就已经展现了嘛。后来我们就是往里面走的时候他们还会给发就是那种有点像圣诞小礼物一样，就是彩色的袜子，一个一个，然后感觉是给小孩的，我没好意思要，但是为了给你们展示，我有跟他们要了一个面包，就是它是一片一片的都在那个上面包好，我这个已经有点压扁了，那感觉就有点像是他们圣诞节吃的那个 pantaloni 还叫什么的那个水果面包的切片，然后还有咖啡什么的，但是也都没有敢喝。但是我就觉得哇，他们机场就这么 fancy 吗？然后再就是去那边做检测，然后等结果，然后都蛮顺利的，然后结果出来也是 negative， 然后我就去海关，然后过海关也很快，他们就是大概看了看，然后我的这个意大利语上来人家你会讲意大利语吗？然后就一点点，然后对话超不过3句我就不行了，但是他们也都没有查，都没有我从 Delta 签那个就是在3藩送就是托运行李的时候那个空姐查的严，她也都没有问我学校 documents 什么之类的，就直接看了看，然后卡个戳，然后就你可以走了。
然后出来了以后，我就找taxi 嘛，找就是哪里有出租车的地方。然后我在提前做了功课，他们就说你不要坐黑车，然后就一定要就是有他们那种 official 的那种 taxi， 上面写 taxi 的那种。然后如果是坐到市中心的话，应该是 flight rate， 就是死费48块。然后但是我一出来，然后走那个通道，就是有一个人穿着写着 taxi 的那个衣服。然后我就说哦，那他应该是开 taxi 的吧？然后他就特别热情，然后就是帮你拿箱子啊，走。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拿我的塑料意大利语问，我就说你这个多少钱？然后他说70多块。我说你等一下，我说70多块，我说这个好像不是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我说算了吧。然后我就拿回来，他说。啊，这个你那个地址给我看一下，我给他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很远的，什么什么的。我说不要，我说这个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我还是算了吧。他说那60块，我说60块也不要，我说我再问问我房东吧，我打个电话再说。他们说那，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时候来的另外一个人已经不是穿着那个就是写着 taxi 的那个 vest 了，然后他就说啊，那就这样讨价还价，我就说不要，我要走。他说那50块，他说你看旁边那个出租车上面写也要50块。然后我说你看我说明明是48，我说我只交48，多了我都不交。然后他说那现金，然后我说走，然后那走吧，然后他们就拽着那个箱子就走，就给我有一种小时候在国内汽车站门口，然后那些黑车司机就要跟他们斗智斗勇的感觉。我很确定我坐的是黑车，因为等到去那个他把我领到的那个面包车就已经没有 taxi 的字样了。后来我想说算了，就是价钱也都是一样的，然后只要能把我送到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后来他就帮我把行李搬上车，然后一开门，真的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回忆，一开门小时候的回忆就一下全都涌上来。我当时瞬间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里面这么多座位，它还是个小面包，它不会还要拉别人一起走吧？我不是还要等吧？后来没有了，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是50欧，再不自己一个人坐也是太贵了，太黑了。但还好，就是他有把我送到就是这个楼下，但是我当时因为我是没有手机的情况，所以我当时是用他的电话给房东打了一下，他说房东说你先在这边等我一下，然后我10分钟就到，然后我就在这边等，然后我就想说，然后就自己等的时候就胡思乱想，我想说不会我找错地方了吧？然后我说房东能不能找到我啊？然后我现在是又没有手机跟他联系，他打电话也找不到我，就开始各种胡思乱想，然后就反复确认，我说应该是这里没有错呀。但后来就是房东跟他女儿又过来，然后把我就是帮我把我接上楼，然后告诉我什么一切都怎么弄啊。房东人超好，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一起下，他还帮我之前以为我要 quarantine， 不是帮我买了好多吃的吗？他真的买了好多吃的。然后我觉得这些吃的我真的别说14天了，真的给我2个月我都吃不完。唉，饿死我了！我现在泡了个麦片，弄到现在我才吃了第一口东西。等一下可能要收拾个行李，然后收拾好再给你们看 room tour 吧。然后因为它本来是照片里面这边我对面这里是有个小阳台嘛，但现在在施工，说是好像这1、2个月会弄完，弄完之后它这边这个地板应该会全都清干净，但现在的话就很破破烂烂的。我现在接着吃东西去了，吃完了好有力气收拾东西，我还有一堆东西在外面没有收呢。See ya。